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要来清理院子。在美国这里，清理院子非常昂贵，你包月做可能1个月至少要$100。如果做一次性的，我这草地就要$100，前院跟后院植物修剪也要$100。最贵的是树平均每棵修剪可能就要$80到$100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包月，我整个院子一次性下来至少要$400，找便宜的工人也通常要300多。所以我通常会自己做，虽然也需要买一些工具，不过长期下来还是省下很多钱。这些工具也可以有其他用途，顺便当运动锻炼一下也不错。草地除草我以前做过一次视频，所以这次我们只介绍修剪植物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使用的工具都是 Ryobi 的，这些工具分2种，使用18伏的电池，还有使用40伏的电池。只要电压一样，电池是可以共用的。我使用的电动工具有40伏的修剪器和鼓风机，18伏的延长链锯和往复锯。这些工具都有安全锁，你需要先按住安全锁的按钮，才有办法按下启动开关。我也有用手动的工具，一把剪刀和一个锯子。如果工作量不大，可以用它们来做，尤其是电动的会震，所以会掉叶子。如果是想要一整个分支去除，用手动的可能处理的会更干净一些。不过如果量大，手动的就会很累。我们首先来看手动的工具。手动的剪刀可以去除植物的分支，剪的时候最好剪下面的分支，因为下面的分支长长的话，下次你要剪的时候就会很难靠近。剪刀剪细的树枝也可以，树枝只要不要太粗，其实都可以。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做，因为我上一把剪刀就是这样坏的。这把剪刀大概$20左右，粗一点的最好使用锯子，普通的锯子大概$7-8，我这个锯子要25左右。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，如果只是锯树的话，的确这个设计好一些，比其他的好用很多。接下来我们用电动的我就不说价钱了，我用的是 Ryobi， 因为 Home Depot 经常会打折，也经常会有一整套工具的套装，价差非常多。不过不含电池的话，平均一个40伏工具大概是$70左右，然后一个18伏工具大概是$50左右。电池通常套装里会带，单独买的话蛮贵的。不过在 Amazon 可以买到非原厂替代的电池。我们先来处理灌木丛，这个修剪器叫 Trimmer。我们在修剪时跟用剪刀剪时一样，尽量修剪成上宽下窄，这样比较美观。长大后会像一个花椰菜，下半部分也不会挡住你。我这个 trimmer 以前卡住过，我之后会做一个视频来讲解如何修理。再来是往复锯 reciprocating saw， 这往复锯其实应该是铅木版的，不过只要树枝不要太粗，不是什么问题，比用手锯来的省力。记得要先等锯子速度上来，再放上去锯，不然一开始放上去锯，它来回震动会把你震开。同样的情况在链锯也是一样的，必须让转速上来，再把锯子靠上树木。再来是高处的，我用的是有延长的链锯，每种工具都买的话，家里实在装不下，所以我买了有延长的链锯，就没有买普通的链锯。虽然威力弱一些，但是锯断普通的灌木丛还有一般树枝都是足够的。如果是需要锯断大型树木，我可能才会去购买40伏的链锯。锯树的时候，最好把下面新长的分支去除，等它们长粗了再修剪，难度就会增加。跟灌木丛一样，把下面修剪掉，这样下次要剪的时候，它才不会影响你靠近植物，这样它们长大后也比较美观。最后，如果修剪时有太多落叶或是木头碎屑，就可以用 blower 吹一下。我建议各位先看好自己区域 bulk trash pickup 的时间表，最好是在可以放出大型垃圾的时间来修剪院子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堆在外面，不需要占垃圾桶的位置。尤其是这些树枝可能根本就装不进垃圾桶。我建议各位可以看看我之前做垃圾处理和回收的视频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